大家好，比特币今天来聊一聊 CME 期货缺口回补暗示着什么，或者是2年之前带粉丝们 all in 比特币以及做多比特币的利润，我目前还是继续在持有，因为一直感觉盘整了快接近200天，有可能比特币随时会爆发。那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或者也可以用我们 OKX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返佣20%。我们先来看一下 CME 期货交易所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朋友是让我多聊一聊这一个图表里面经常留下的一些缺口当然，我们尽量看24小时交易的图表，这个缺口也可以看，或者是也可以参考那为什么跟大家讲？我相信比特币牛市是一直都在为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比特币在2024年8月5号，当时 CME 期货交易所这边开盘留下的一个缺口，如果它是一个突破缺口，就不应该把这个缺口给回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区间，比特币可是盘整了200多天，如果是一个空方的趋势，应该相信技术派都明白，就是很有多长突破起来，它如果是要往上突破或者是往下突破，留下的缺口代表的力道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力道。如果是空方的力道很强的情况下，那这个缺口就不应该回补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空方的市场，比如说比特币在2022年的熊市，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个位置的缺口，有看到它在10天或者是20天左右回补吗？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是一个盘整的区间，它是盘整了接近100天，包括当时这个位置再盘整的一个区间，再开盘留下的一个缺口，有看到3到20天左右回补吗？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后面比特币整个空头的熊市跌幅是非常非常的深。所以我们回到就现在比特币的这个图表，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这个缺口回补也是在或者是8天左右就已经回补了这个缺口，或者是空方力道如果要乘胜追击，这个位置如果要走一个 N 型的或者是继续往下跌，那昨天就不应该把这个缺口给回补。当然也有可能它这个位置是不是一只脚，如果还是在这个位置盘整，主力也是完全有可能会不会再踩2只脚，然后后面有没有可能会上去。所以这个缺口我的观点是相信应该牛市是还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目前的上升趋势，上一次 49K 打出的这个低点，其实跟比特币2023年大约是在 25K 左右的这个低点，以及比特币 16K 开始启动的一个牛市，感觉3个低点的位置有可能也是一个支撑区目前的形态周线图里面观察，感觉蜡烛图是很丑，又来了，或者是这一周收盘的时候也要去观察会不会是一个空头的吞噬。不过我的观点，形态学的理论有时候启动的位置，比如上涨的位置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在看期形的上涨。那上一次比特币在2023年8月份的时候，当时是在这个位置也是一直在讲坚定看涨比特币。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形态，一般一个形态要往上突破，它有可能价格往往都是在接近形态或者是下沿1/3的位置，比如当时这个位置 26K 也是接近1/3，就是下沿的1/3的位置，后面开始往上突破。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要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就是这几天一直在提的 58K 会不会是一个强支撑。包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在2022年的熊市，它这个位置往下跌破也是接近整个形态或者是中轴的位置，就是这一根上影线高点的位置，后面就开始崩盘。所以目前的位置我个人是觉得比特币应该还会往上涨，因为包括昨天也是有跟大家提到，目前矿工的成本是接近5万到6万。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链上的数据，昨天是有跟朋友们提到，感觉最近金鱼是在搬家或者是可以看一下持有100枚的主力金鱼，今天开始是流入了800多枚，就是这根 K 线29号收盘的这根 K 线，现在是买了800多枚，不过持有10枚到100枚的却是在卖出，或者是1枚以下比特币的投资者也是在买入。那我的观点，我们尽量观察吧，有可能金鱼在搬家这个位置，就尽量观察这个白色的箱体下沿的支撑提醒了有几天，
可能 58K 附近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因为感觉这3个低点的位置也是一个上升趋势存在在这边。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